说到外国男生，你对外国男生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样的？很阳光，很热情。俄罗斯的男生，都特别帅。如果是意大利那边的，好像风评不太好，他们玩的可能就比较随意。你觉得你们的父母会同意你们跟外国的男生交往吗？我感觉我爸妈不会同意，但是中国里面他可能就不太能接受这样的文化。在一起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开放关系啊，这种传统的东方的恋爱模式是由慢到快，就是大家可能互相牵手，然后他要跟我 AA 就拜拜。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the channel. This is Aiden. So this video I interview a few Chinese girls, whether they want to date foreign men or not, and what are some stereotypes Chinese women have for foreign men. So throughout this video, you can kind of have a little knowledge about what is the mindset like for Chinese women. To be honest, it's not much of huge difference, bu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you definitely need to look after if you're looking forward to date a Chinese woman. And at the end of the video, I will share my advice for you if you're coming to China to travel or to live as a foreign man,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scams you need to look after. So let's get the video started. 非常感谢你们的时间，可以介绍一下自己今年多大吗？我今年20岁。我今年也20岁。你们身边有外国朋友吗？接触的不是很多。有一些就是班级里的同学，但其他的就没有了。我们提到外国男生，你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金发碧眼，长得很帅。就是比较高吧，我第一个感觉。性格个性上会有什么样的印象？感觉就是身上都是有那种很 chill 的感觉的。很 chill 的。对。性格上，我感觉他们可能，更会比我们来的直接。然后，因为可能抖音上一些外国博主刷的比较多，就感觉他们那些金发碧眼小狗都很会照顾人。我们聊到外国男生，你对外国男生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要看哪个国家了吧？要是一些西方的外国男生，可能给我感觉就是对于关系比较开放，或者是多元，这是我的理解而已。就我昨天还看到那个有说那叫什么关系来着？就是 situation 关系，就是不是进入到恋爱关系的一种关系，但是他也不拒绝进入恋爱，但是中国里面他可能就不太能接受这样的文化，但是而且西方就是我看他们就是有一些英国男生，他们找一些人约会，他可能是同时会约很多个女生，然后先去接触，然后再去找一个觉得自己不错的。但是中国他可能就是相反的，就是先确定关系，然后你再去跟他约会。我来自河北，今年24岁，自四川，然后今年也是24岁。你们身边有外国朋友吗？没有，之前有认识过，但是现在交往不是很密切了。你们对外国男生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看什么区域吧。如果是意大利那边的，好像风评不太好，就是他们玩的可能就比较随意。这是能说的吗？你是从哪得知这个消息的？就网上，然后还有身边的朋友，一些留学的朋友，也不能说是渣吧，可能自己每个人对感情的理解不一样。俄罗斯的男生，都特别帅。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性格也是，就是比较坚毅的那种，就是可能我会比较偏向于这种男生。我是 Lois， 然后今年20，老家是云南的。身边的外国朋友多吗？挺多的。我们说到外国男生，你觉得外国男生会留给你什么样的印象？分地区，然后还有就是个人也不一样，就可能受到的教育呀，然后个人的经历，就是大家都不一样。但我觉得其实外国男生和中国男生都有，就是性格非常好的，或者有一些比较孤僻的，就大家都不一样。可能地区上是会有一个 stereotype， 就是大家可能说北欧人比较有边界感呀，南欧人比较热情，就是大概有这样一个。但是我觉得对应到个人来说还是不一样，就还是得用心相处之后才知道，就做朋友也是。你来自哪里？内蒙古。说到外国男生，你对外国男生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样的？很阳光，很热情。大部分都比较开朗。之前有过外国男生朋友吗？没有。之前高中的时候遇到过外国男生，但是就是可能吃过一顿饭就不联系了，因为当时确实语言不是太好。你们会考虑跟外国男生交往吗？其实我不是特别就是有什么对国籍上面有什么要求，主要是接触不到，就是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挺愿意尝试的。我没有特别考虑跟外国的男生交往，因为我觉得首先我会肯定在中国发展，然后其次如果说交往的话，那肯定要考虑到我父母的因素，我觉得各种沟通上面都有问题，我不想跟他们浪费太多的口舌。你觉得你们的父母会同意你们跟外国的男生交往吗？我妈其实对这个应该也不是说有特别的要求，就是看他这个人怎么样，主要还是这个人的性格或者各种各样的品质。我感觉我爸妈不会同意，就是因为本来就有文化差异，因为从小的环境不同，包括就比方说有一些民族，他骨子里带着一些，比方说很叛逆，或者说很有战斗精神，然后包括就是他的民族情绪很重等等，我觉得都有一些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他性格温柔就能够解决的，这是他本身文化里就自带的，但可能跟我会产生一些冲撞，如果在遇到事情上面就不是很好协商。如果有合适的话可以，但是我没有这个机会。那你觉得国籍重要吗？不太重要，主要是看这个人性格。你觉得还有文化，就是他自己国家的文化。你们会考虑跟外国男生交往吗？以后？我觉得我爸妈是不同意的，但是如果我真的有的话，他们应该也只是说一说吧，反正决定权在我自己。重点不是国籍，是这个人的人品以及他的三观、他的教养，这些是比较重要的，国籍并不是那么重要。对，我会，就是我约会可能会选择经历过多文化冲击，就是在不同的国家地区生活过，然后或者学习多种语言，因为这样的话，你知道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然后你的世界观也会扩大，你就会更能尊重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差异，然后，相处起来也会感觉更加包容吧。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特别尊重别人和我不一样的一个人。那你家里人会同意你未来有可能跟外国男生结婚的想法吗？有，就是我妈妈她觉得那种混血的宝宝很可爱。就是他们觉得长得特别可爱，因为我们家里人他们长得其实非常不典型的亚洲长相，就是我家里的长辈他们长得也很像外国人，因为我妈妈是少数民族。其实不太会，但是我身边有朋友说是跟外国人去谈恋爱，这种接受度是可以有的，但是说可能会方便上来说可能会说没有说跟中国人一块谈恋爱会更沟通起来更方便啊，这种。你们觉得中西方的约会上文化差异有哪一些？我感觉西方他们约会我觉得会更加注重仪式感，就比如说约会之前，男生就算是居住在一起，男孩子也会提前下楼去等女孩子就是梳妆打扮完成了下来，就是有那种就是营造，就是刻意制造出两个人去从两个地方不同的地方去碰面的那种感觉。但中国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经历的，我感觉可能如果是住在一起的话，就是约会的话也是打扮一下，然后两个人一起出门的那种感觉。我们吧，对于约会的来说的话，现在更偏向的是1对1吧，感觉这种才是比较真诚的约会方式。但是在西方的话，可能就是你可能会 date 不同的人，然后从里面可能你才会慢慢的确定你未来要发展的对象。就感觉在国内可能这样，就是你一段时间只去接触这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就是符合主流的交往方式吧。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中西方，首先他对于约会的一个定义不同吧。就是像我们东方这边的话，可能约会就是男女朋友去做的一件事情，这种叫约会。可能跟朋友就是聚会，然后有对象的也不可能跟异性单独出来。像西方那边的话，可能就是就像刚刚他说的那种 casual dating。还有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点的话是，可能东方这边女生就比较注重约会的一些仪式感。我要出去要出片儿，然后我要去吃好吃的就是漂亮菜，然后在晚上可能你送我点花什么什么的，然后再把我送回家。但是我觉得西方那边可能他们就比较随意吧，就是没有对出片啊或者做什么这种有比较大的执念，大家都比较随意一点。我是觉得
我们这边女生有一点容貌焦虑。就是我有一点不太赞同啊，就是我觉得西方对约会应该也都是很重视的，毕竟是出来约会，谁都想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体验。再包括他们，我觉得应该也是会有身材焦虑、容貌焦虑的，肯定是有的。就是通过我翻阅视频，感觉他们对松弛也有一种焦虑，创造出来那种松弛感啊，或者是自己很casual这些东西，然后他可能会觉得我如果不松弛的话，然后也是一种压力，就是如果我精心打扮出门，可能会被别人judge，就是觉得啊你有点太用力了吧。东方可能就是一开始的很慢，就可能校园恋爱很大一部分，我身边的在谈恋爱的朋友，他们都是可能从小就认识，然后一起长大，所以我觉得传统的东方的恋爱模式是由慢到快，就是大家可能互相牵手，然后了解对方的家庭，之后慢慢的走向婚姻。西方的可能是我们先见面约会，然后探讨一些亲密的可能性，再看适不适合进入亲密关系。就是一个是先快后慢，一个是先慢后快，我觉得是这样的。消费方面吧，可能外国比较开放一些，AA 制比较多，然后国内的话，可能比较多的还是男方消费更主动一些。那在约会的时候，是男生需要承担大部分的消费，还是所有的消费？大头的消费吧。Okay. 约会方面，我会觉得可能外国男生他通常 AA 啊这种，但我其实是表示尊重但不接受，或许会有些什么在一起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开放关系啊这种。如果想跟中国女生约会，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我想一下。OK。如果是跟我，好像反正就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互相尊重，认真的去挑选约会的地点，尽可能去探讨一些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不要让时间白费。就是既然都花了这个时间去约会的话，就用心准备一下，然后互相了解一下，就也许做不了，就是谈不了恋爱，也能变成朋友之类的。首先是要真诚吧，就是不要太过于的美化自己，真实最重要。一定要有礼貌、有教养，不仅是要尊重你 date 的对象，我会对那种对餐厅服务员很有礼貌的男生很有好感。比较绅士，比较客气。出来玩的话，谁买单这个重要吗？重要，就是必须得他买。他要跟我 AA 就拜拜。Okay,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So, a few things you should definitely pay attention to if it's your first time visiting China. First thing is dating scam. So, there are two types of dating scams in China. First one is Photoshop. A lot of women, they worry about what they look like. So, they have a lot of filters on when they're posting selfies and a lot of Photoshops. For example, their eyes should be this big, but they make it like extra big. You might experiencing a catfish, but different catfish. Like they completely look different person. That's a popular saying. South Korea got the best surgery, Japan's got the best makeup, and Chinese women's got the best Photoshop skills. Second thing is, if you just arrive in China, you get on Bumble, Tinder, and then some Chinese girls really being exhausted to talk to you, and then you guys decided to meet somewhere, go for a walk. Likely she's gonna pick the location, and she pick a bar. Hey, let's go to the bar, and that one over there is set up. So be very careful. And she start ordering a lot of things. Lobster, a fish costs like $200 and end of the date you will be experiencing a 10,000 yuan bill. Well, I have to say you're trapped, homie. So yeah, be careful with that. Especially avoid girls that speak very good English on dating apps, unless they study abroad before. And if the pictures looks a little blurry, be very careful. They can verify it. I mean, they can have their profile verified, but still they can be catfish. What do you guys think? Leave in the comments. If I think of something else, I'll leave in the comments too. Alright, peace out guys. Be safe out there, boys.